备有消息，11月25日，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，一架敦豪快递的波音737-400货机在降落前突然坠毁。这起事故非常蹊跷，虽然4名机组人员中有3人幸存，但至今也没有报道谈到是何原因，只是有人猜测恐怖袭击。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其实不大，因为这是货机。只要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场上思考一下，就很容易知道，要搞大事件，最好还是要挑架大客机。这样一架30多年的波音737，还是一架货机作为目标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关于恐怖袭击的猜测，我们也看到了，说有人制造假的盲降信号，引导飞机错误接地。盲降是自动降落引导系统，飞机在几十公里之外收到信号之后，便可以自动对准跑道。盲降利用无线电通信，被干扰不算稀罕。然而，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在盲降指引下闭着眼睛飞行。记得当年电影《虎胆龙威2》里面有过类似情节，但现实是，如果被引导到跑道以外，或者下滑道太低，飞行员是会发现的。而且，全球多数航空公司都要求飞行员在最后阶段手动驾驶。这个时候，就算盲降信号震天响也没用。依靠盲降等技术实现全自动落地的机场，需要满足 CAT 3C 的标准，维尔纽斯机场应该说不具备。再说，波音737-400比较老旧，不太可能全自动落地。还有人猜测是不是 GPS 干扰捣的鬼呢？咱们前面说过，那边最近发生过多起 GPS 干扰事件，芬兰因此为距离俄罗斯最近的3座机场安装了旧式的 DME 导航设备。爱沙尼亚也被迫采取了类似的措施。波罗的海3国与俄罗斯接壤，会因此中招吗？因为 GPS 干扰导致波音737坠毁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大。俄罗斯为了避免重要目标被 GPS 制导武器攻击，有可能确实采取了干扰动作。然而，维尔纽斯距离俄罗斯的边境较远，波音737也并不依靠 GPS 导航。GPS 导航现在主要应用于一些小飞机。维尔纽斯当天夜晚非常晴朗，这是一架30多年的货机，飞友们猜测可能还是人为失误或者是机械故障。承包运营的 Swift Air 不算大，运气也不算好。2022年，他曾在恶劣天气中将一架波音737-400货机冲出了蒙彼利埃机场的跑道，掉进了湖里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这架波音737-400货机可能发生了失速，也就是速度太低，无法保持在空中。失速的原因可能是油门太小，或者是襟翼未放到位置，也或者是发动机故障等等。这架飞机被报道说在进境时低于下滑道，但是没有向空管报告过故障，人为疏忽的可能性也比较大。发生这种意外令人心痛，立陶宛的民航信息还比较透明，应该不会隐瞒事故的真相。等过几天调查报告发布后，一切就都会清楚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